八路军老战士傅英102岁。华南游击队香港老战士罗定辉94岁。国民党抗日老兵宋其祥100岁。今天大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活动，台湾代表受邀到现场观礼，再次成为舆论热点。此前，民进党政府不仅禁止岛内公职人员参加，即便是民间人士前往观礼，也受到了很大压力。但是，台湾人到北京看阅兵，真的有政治忠诚问题吗？其实，答案就藏在93阅兵的全名里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，纪念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。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，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，不是因投降而宣布终战的侵略者。其实，抗战胜利日定在9月3日，而不是8月15日。是对中华民国政府纪念抗战胜利的历史传承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，但正式投降是9月2日。日本投降代表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，向盟军签署投降书。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受降。当天，国民政府举办庆祝大会，通令全国悬挂国旗3天。并设定9月3日为军人节，这是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日的历史脉络。因此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是对历史的忠诚、和平的忠诚。其实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还有一支台湾人组成的抗日队伍，活跃在中国战场上，与大陆同胞一起奋勇抗敌。他们就是台湾义勇队。而这个队伍的创始人就是李友邦。1918年，14岁的李友邦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就读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，李友邦不满日本的皇民化教育，加入了台湾文化协会。1924年，他和林木顺、林天敬等8位同学夜袭台北新起派出所，也就是今天的台北市长沙派出所，轰动台湾。这让他不仅被校方开除，还遭到当局的逮捕。李友邦连夜翻墙逃离台湾，前往大陆，进入了黄埔军校2期。当时的李友邦只会闽南语和日语，这成了他学习上的最大障碍。有一次，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演讲，在全校师生聚精会神的时刻，李友邦却在现场打起了瞌睡，格外显眼。教官赶紧去捏他的大腿，把他叫醒，这一幕却被孙中山看在眼里。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孙中山先生在上课的时候，我父亲在打瞌睡，孙中山就走过我父亲，就拍拍肩膀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我父亲讲说，你讲的广东国语啊，我听得不是很懂。孙中山先生日文也相当好，直接跟我父亲讲日语。孙中山发觉我父亲的才华很好，好，那你就留在我身边做党务工作，国语部分没问题，我叫廖仲恺教你。1925年，李友邦从黄埔军校毕业后，被派去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，全力激励台湾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，李友邦总结，欲救台湾，必先救祖国；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，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，决心筹建台湾义勇队。1939年，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宣告成立。他们利用懂日语的优势，在前线向日军喊话，帮忙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，审讯战俘，开办了4所台湾医院，指导乡民制造樟脑丸、救护药品等急需物资，先后创办《台湾先锋》、《台湾青年》等刊物，发动台湾人民加入抗战，还有过3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。1942年6月17日，台湾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总部新亚院发动武装突击。6月30日，在厦门虎头山炸毁日军的海军油库。
7月1日，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，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，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人。和台湾义勇队一同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，他们以保卫祖国、解放台湾为口号，时常与乡镇小学师生们开联欢会或座谈会，也为各界人士举行专场演出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。1940年，李友邦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。1945年，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李友邦十分振奋。他对台湾青年说：“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20年的流浪生活，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，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。”回台湾前夕，李友邦于厦门南普陀寺院后山的五老峰山路摩崖上写下“复疆”2个大字，表达他带领台湾义勇队全队战士收复疆土的决心。然而，1951年11月，李友邦被蒋介石以通共为罪名逮捕，未经司法审判，于1952年4月21日在台北马场丁刑场被处决，年仅46岁。从台湾光复到228，李友邦为历史的转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但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李友邦将军坚持抗战的精神将永恒不朽，万古长青。80年前的今天，作为战胜国国民，台湾人享受过胜利的荣耀。80年后的今天，两岸人民对胜利的铭记，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正义的铭记，更是一种提醒。强国强军，为的是维护和平与安全，为的是不再被高呼终战的军国主义欺辱。相信今天的两岸人民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。